用微光照亮夜晚，用温暖温润心灵。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高考那天，外婆在家洗澡，摔断了腿。我为了赶回去救她，放弃了一门考试，没能达到本科录取分数线。我打算去读大专，舅舅却说专科未来没有出路，他让我在家照顾外婆。等到外婆去世之后，将所有的遗产留给我。于是，一向成绩优异的我，只能以高中毕业的身份，在家附近边打零工边照顾老人。10年后，外婆病逝，她的所有财产都留给了表姐。舅舅一家不等葬礼办完，就把我赶出了家门。表姐更是以一副胜利者的姿态笑话我蠢。放弃大好前途，不要甘愿当个保姆。我失魂落魄地在街上游荡，被迎面而来的货车撞死。再次睁眼，我回到了高考当天。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临近考场前，我的手机铃声响起，怔怔地望着手机。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反应过来，我真的重生了。重生回了高考当天，而这一天也是我人生坠入深渊的开始。明明只差最后一门考试，我就能够完成高考，考上大学，离开这座城市，奔赴新的生活。可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了外婆的电话，她洗澡的时候不慎滑倒，怎么样也爬不起来。电话里，外婆带着哭腔，不停地跟我喊痛，让我救救她。虽然我和她并不亲近，但是听到老人这么脆弱无助的哀求，我的心还是像被针扎了一样，刺痛起来。几秒后，我毫不犹豫地放弃了高考，转头赶往家里。见到外婆后，我第一时间把人送到了医院。因为送医及时，外婆只在医院住了半个月就安全无恙地出院了。可我却因为缺少了一门文综成绩，我只考了400多分，与大学失之交臂。这个分数只过了专科线，和我之前几次模拟测考的成绩简直是天壤之别。学校的老师纷纷直呼可惜，我的班主任更是劝我复读，学校愿意减免我的学费。只是我把这件事情告诉家里的时候，全家人都沉默了。我读懂了他们的潜台词，他们并不想让我去复读。外婆更是直言我不配，让我出去打工。我知道她向来我不喜欢我，所以内心也没有怀抱期望。可是在听到这话的时候，心还是忍不住痛起来。大概是我的眼神太过明显，外婆嘴巴一撇，毫不客气地说道：“是你自己做的选择。再说，医生都说了，我又没有什么大碍，在卫生间待几个小时也没问题。谁让你做假好人？医生明明夸的是我送医及时，没有导致别的后遗症。结果在外婆的眼中，我放弃高考回去救她，却是在做假好人。哪怕过了10年，这句话依旧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这一次，我没有选择接通电话，果断地将手机静音，放进了寄存柜，然后转身走进考场教室。上辈子的那10年里，我从网上将文综卷下载了下来，翻来覆去做了上千遍。每一次觉得生活难熬，日子过不下去时，我就会将卷子拿出来做一遍，然后幻想着我考进大学后的场景。那是我黑暗的生活中为数不多的光。每道题的答案我都烂熟于心。我原以为自己会紧张，可是当手握上笔的那一刻，我的心却在瞬间安静了下来。150分钟的一晃而过，等到铃声响起，监考老师收卷，我彻底地松了一口气。也是这个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早已经泪流满面。同教室的不少考生都诧异地盯着我看，我羞红了脸，立马跑到了卫生间，看着镜子当中满脸通红的人，
我知道一切都结束了，我再也不要重复上辈子悲惨的命运。这一次，我要迈进大学，走入新的人生，谁都拦不住我。等我走出考场的时候，外面已经围满了考生的家长，而两个熟悉的面孔却映入了我的面孔。那是我的舅舅张国庆和舅妈陈玉莲。看着满脸焦急的两人，我皱了皱眉头。我爸妈死得早，我是被舅舅一家收养的寄人篱下的小孩，本来就没资格提什么条件。那时的我本打算认命读大专，从小到大我的成绩都很好，没少拿学校的奖学金。我相信只要我肯努力，到了大专也能专升本，无非是比别人晚1年毕业罢了。至于大专的学费，一学年也就4、5千，我可以趁着高考后的这2个月进厂打工，这样也就不用舅舅一家承担我的花销。可舅妈却直接否决了我的想法。舅舅语重心长地劝导我，现在大学生这么多，你一个专科生更没有出路，要我说你也别上什么大学了，就在家里好好照顾外婆吧。她现在年纪这么大，身边没一个知根知底的人，看着我们也不放心。这事儿我自然不可能同意。如果没有考上大学就算了，可我的成绩还能读书，更何况我才18岁，一直待在小县城，过着一眼就能够望到头的日子，这不是我想要的。大概是看出了我心中的所思所想，舅舅又劝了我好几次，最后更是让外婆出面，说如果我愿意留下来照顾老人家的话，以后外婆所有的遗产都归我，而我只需要帮忙看着外婆就好。其实这个提议并没有令我心动。外婆出院的那半个月，一直都是我伺候着她，给她端屎端尿，照顾她吃喝拉撒。照顾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更何况外婆也不是什么有钱人，连个退休金都没有。家里唯一值钱的可能也就是她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所以面对金钱诱惑，我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拒绝。未曾想外婆竟然一改往日的尖酸刻薄，哭着跪下来求我照顾她。被老人家道德绑架，我着实没有办法，只能同意了这件事儿。于是我辛辛苦苦地照顾了外婆10年。这10年来，我一边打着零工，一边照顾着老人家。还不到30岁的人，却华发早生，满脸皱纹，跟同龄人相比，像个40、50岁的大妈。好不容易等到外婆去世，我原以为自己苦尽甘来，终于能够好好休息休息，未曾想舅舅竟然带着外婆的遗嘱找上了我。遗嘱当中表明，外婆留下了30万存款，还有房子，全部都留给表姐。至于我，提都没提一嘴。这份遗嘱我自然不肯相信，毕竟这10年期间，表姐一直生活在首都，逢年过节都没回来过。她从来都没有照顾过外婆，凭什么还能得到外婆的遗产？这不公平！怀着满腔怒火，我带着亲戚找上门，想要跟舅舅讨个说法。毕竟这10年来，我对外婆的付出，大家都看在眼里。谁料舅舅不仅给出了遗嘱的原件，还拿出了当时的视频。视频可以证明，外婆是在清醒的状况下签订的遗嘱，没有任何人的胁迫。这2样证据就像是一巴掌狠狠地扇在了我的脸上。我这么多年的付出，全都成了笑话，任谁都能够看出来我的委屈。可是法律只讲证据，不讲情义。当初张国庆给的承诺，既没有留下纸条，也没有留下录音。于是陈玉莲幸灾乐祸地将我扫地出门，还把我留在老房子里的所有东西都给扔进了垃圾堆。寒冬腊月，这是要往我把死里逼。这辈子再一次看到这2个人，我内心涌起了淡淡的恨意。我是怪他们的，
可是我也理解他们，毕竟在面对一笔天降之财的时候，没有几个人能克制住不动心。我只是恶心他们丝毫不顾亲戚之间的情谊，不顾我辛苦照料外婆10年的艰辛，为了怕我跟他们争夺遗产，直接将我扫地出门。我一方面感谢他们，一方面又痛恨他们，两种复杂的情绪在我的内心交织。我想这辈子报答完他们收养我的恩情，从此就分道扬镳，再也不复相见。我刚思考完，视线便跟他们对视上，两个人小跑着来到我面前。陈玉莲着急忙慌地朝着我质问道：“为什么不接你外婆电话？你进去考试了？”他瞪着眼睛，凶神恶煞的模样看上去分外可怕。我警惕地向后退了一步。考试150分，2个半小时的时间。上辈子我接到外婆电话，立马放弃了考试，选择回家。中途我也给张国庆、陈玉莲打过电话，可是他们的手机始终打不通。后来他们解释说是在陪表姐考试，无心玩手机，所以才没有收到消息。等到他们赶到医院的时候，外婆的手术都已经做完了。可是这一次，他们竟然来考场找我。虽然不知道我为什么会重生，但是我很清楚，我肯定不能够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我装得一脸懵懂的模样，对着陈玉莲反问道：“啊，舅妈，你在说什么呀？”闻言，陈玉莲脸色一变，她2只手狠狠地抓住了我的胳膊，一脸阴沉地朝着我说道：“你故意的是不是？你外婆在家摔倒了，你不接电话，我看你就是自私，不想耽误自己的考试，所以才这么做。你个没良心的小畜生，我打死你！”说着，一巴掌将我扇倒在地，周围立刻响起了惊呼声。毕竟现在这个时候，任何一个孩子都是家里的大熊猫。周围人哪见过陈玉莲这么凶神恶煞的家长，一个个退避3尺。我2只手撑在地上，脸上的疼痛一阵阵的传来，可我却浑然不知。听着陈玉莲的话，我的心一寸一寸地沉到了谷底。一个可怕的念头在我的脑海当中升起，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而陈玉莲仍然不解气，抬起脚又朝着我的大腿狠狠地踹了过去，看样子像是要把我踹翻。我已经做好了挨打的准备，没想到身后却出现了一只极为强壮的胳膊。一个上了年纪的大叔抓住了陈玉莲的小腿，凶巴巴地对着陈玉莲说道：“大姐，大庭广众之下的欺负女娃，算什么本事？你们的对话我也听到了，人家女娃娃也没接电话，怎么能知道家里面老人给摔倒了？你这怪到人家头上没道理。”说着，他将陈玉莲的腿狠狠一甩。陈玉莲今天穿的是平底鞋，向后踉跄了几步，但最终没有摔倒。她听着男人的话，害怕地闪躲着。如果这话是我说的，那陈玉莲肯定会不依不饶地上纲上线。但她欺软怕硬，听到外人这么讲，连屁都不敢放一个。而有了外人的撑腰，陈玉莲也不敢再朝着我发火。张国庆也在这个时候出声，跟我道了歉。如果我还是一个18岁的小女孩，或许会被他迷惑住。可上辈子的经验告诉我，看似坏人是陈玉莲，实际上幕后黑手是张国庆。如果没有他的默许，陈玉莲又怎么会这么肆无忌惮地欺负我这个侄女呢？只可惜上辈子我明白这个道理太晚，被扫地出门了，才反应过来。我扯着嘴角笑了笑，爬起来装作不甚在意的模样，摇了摇头。张国庆用怀疑的眼神盯着我，开口：“你外婆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们还没有到进场时间，你怎么可能接不到电话？”我的手背在身后，指甲深深地陷进了掌心的肉。他的这句话让我确信，外婆住院的事情一定有蹊跷。
不然上辈子打不通电话的，他们这辈子怎么会赶到我的考点，还质问我为什么不接电话？要知道这件事情可从头到尾都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他们是故意的，他们是故意的，毁了我的考试。他们不想让我上大学，不想让我脱离这个家，想让我照顾老人，所以就特意给我下了套。人心怎么能如此可怕？我胳膊上的汗毛都不禁竖立了起来。可我知道，现在我一定不能够露出破绽，不然绝对会被张国庆发现异常。现在的我还没有能力脱离他们的掌控，我竭尽全力地藏住心中所有的恨意，装作迷惑地看着张国庆，视线从他们的身后飘过，看向了学校门口的那一排寄存柜。吃完饭之后，我就把手机放进了寄存柜，然后在外面复习文综的内容。我听舅妈说外婆摔断了腿，这是怎么回事？我的这个理由没有破绽，除非张国庆能够拿到监控，证明外婆当时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拿着手机，但却故意没有接。但即便是他有证据，这也证明不了什么。就像是刚刚那个大叔说的一样，我又没有接，怎么会知道外婆在家里发生了什么？难不成我有读心术，能够隔着手机就知道电话那头发生了什么？这样的说辞一出来，绝对会成为笑话。张国庆大概也是想到了这一点，脸上的表情稍缓，他扯了扯嘴角，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话，话锋一转，问起了我的考试。这一次的文综题目有些难。说完这句话后，我又在偷偷地观察张国庆的表情，然后我就看见他的眉头舒展开，像是吃下了一颗定心丸。我心中冷笑不已，紧接着下一句话就又抛了出来，而且舅舅你知道的，我的英语成绩一向不好，全部都是靠文科拉分。我总感觉这一次没太大的把握，要是分数太低的话，我想复读。以前我从来都没有说过这话，而且基本上也没有人会在高考结束之后就说复读的事。张国庆眼睛一亮，不放心的又问了我一句：真的？所以我打算趁这2个月进厂打工，到时候再看学校。为了让张国庆放松警惕，我故意把前途说得黯淡无光，大概是从来没听过我撒谎。张国庆信以为真，还偷偷摸摸地给陈玉莲使了个眼色，让他闭嘴，暗地里打量着这一幕。我内心只觉得讽刺，使劲乐吧，毕竟能够开心的日子不多了。我原以为张国庆是将外婆送到了医院才来找我兴师问罪，没想到他竟然驾车去，先去了表姐的考点，才又开车驱往家里。在车上，我又见到了他。上辈子我被陈玉莲扫地出门后，在楼下遇见了从豪车上下来的表姐。她和以前一样，年轻靓丽，身上穿着一看就价格不菲的风衣，在冷风中，身姿依旧挺拔，极具气质。和光鲜亮丽的她一比，我就像是一个活在下水沟里见不得人的老鼠，肮脏丑陋，令人恶心。怀着那么一丝丝的希望，我求了过去，希望表姐可以看在曾经的情谊上，将外婆的遗产还给我。可未曾想，表姐听到我的话后，鄙夷扫了我2眼，讥讽道：徐文玉，说你蠢，你还真不聪明，就凭你现在这个样子，拿什么跟我争？说着，她径直从我身旁走过，留下一阵幽香，那是我只在商场里才闻过的名牌香水的味道，甜而不腻，余韵悠长。可我的胃却翻滚起来，觉得甚是恶心。这一连串的打击让我彻底失去了理智，失魂落魄的在街上游荡。而我最后的记忆就是那辆迎面撞过来的大货车。我原以为自己这辈子也就这样，没想到老天爷竟然给了我重生的机会，
回想起上辈子的点点滴滴，我的脑海当中突然冒出了一股声音，那一股声音不断地在我的耳边响起，但从始至终只有一个字：逃。逃离张国庆家，逃开这个城市。没错，我要逃，从这个破地方逃走，远离这群脏心烂肺的亲戚。上了车，我和表姐坐在后排，没过一会儿，她就不耐烦地嘟囔道：“咱们就不能吃完饭之后再去吗？为了考试，我中午可是连饭都吃不，现在肚子饿死了。她就是摔断了一条腿，又不是没了命，干嘛那么着急忙慌的？”她低头玩着手机，也不管我在不在场。听到表姐的这些话，我只觉得分外可笑。上辈子我辛辛苦苦地照顾外婆，换来的却是她的背刺。她宁愿把所有的财产留给没有照顾过她一天的表姐，也不愿意分给我。也不知道，如果她听到表姐现在说的话，看能不能够做出上辈子一样的行径。不过无所谓了，上辈子默默奉献的徐文玉已经死了，这辈子的徐文玉只会为自己而活。下车的时候，我因为着急而崴到了脚，看着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模样，陈玉连连翻了好几个白眼。不过他们也是怕我越帮越忙，没有强制要求我跟他们一起回去。表姐有了借口，说是怕我一个人不安全，非要在楼下陪着我。等到张国庆、陈玉莲一走，他立刻拿出了手机，开心的不知道跟谁聊了起来。我余光扫了一眼，那界面好像是个交友软件。表姐觉得我是这个家的寄生虫，没给过我好脸色，也和我玩不到一块。我乐得清闲，更是从来都不参与她那些私事。不过看她现在这副沉溺于情爱之中的小女儿姿态，我倒是有了新的想法。思索间，张国庆已经背着外婆出了单元门，他表情严肃，薄唇紧抿，浑身上下都缠绕着一股戾气。见状，我连忙收敛了心神，一瘸一拐地跟着他们到了车边。因为位置不够，张国庆并没有让我们跟随。到了晚上，我和表姐才知道外婆被截肢了，医院那边给出了相应的解释。老人家上了年纪，身体本来就不好，加上腿部神经遭受到长时间压迫，出现了损坏。如果病人能够早一点被送到医院，情况也不会这么严重。据说我外婆醒来之后哭天喊地，那嗓子吵得临床的病人家属都投诉了好几回，最后还是张国庆发了火，才让外婆闭上了嘴。上辈子外婆嘲讽我说，没有我的话她也不会出什么大碍，让我别妄图拿这件事情挟恩图报。这辈子我如她所愿，结果换来的是她截肢，只能说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这期间，陈玉莲一直照顾着外婆，她倒也想让我去医院，但我可不是什么傻子，我故意弄伤了自己。别说是去照顾外婆，不让他们来照顾我就不错了。我这一躺就是半个月，眼瞅着陈玉莲整个人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和人说话都是歇斯底里的怒吼。除此之外，她更是经常在亲戚群里面抱怨，说我丧良心，明明伤已经好了，可就是不去医院照顾老人，把家里的重担全部都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我也没忍，直接把肿成馒头的脚踝发到了群里。原本声讨我的言论的群聊立刻变得鸦雀无声。因为外婆截肢的这个意外，张国庆、陈玉莲也顾不上算计我，一直到考试成绩出来的那天，他们两个带着外婆回家了。外婆原本就是一个干瘦的老太太，经过这次的手术后，瘦的只有一层皮裹着，活脱脱的像是一具干尸。她一进家门就对着我横眉冷眼，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害得她摔断了腿，被迫截肢。
我没有理会，毕竟上辈子被他折磨的已经够够的了。前世照顾他的那10年，他越老性情就越发的刁钻，看我是哪不顺眼，对我动辄打骂羞辱。但那个时候我想着他是个老人家，并没有和他多计较，反而处处宽容谅解。现在看来，这哪是什么老人家，就是一个包藏祸心的老畜生。估计他在浴室里摔倒也是一场戏，否则上辈子他为什么不先给张国庆、陈玉莲表姐打电话，而是联系我这个向来不得他宠爱的外孙女？这辈子他所遭遇的痛苦，全部都是报应罢了。我没有理会外婆阴毒怨恨的眼神，耐心地等待着整点进入服务平台查询成绩，但不知道是不是网速的问题，我的页面一直没有加载完全。就在这时，我的身旁传来了表姐的欢呼声。这半个月的时间，家里除了我以外，其他人都在医院。表姐经常上午出门，凌晨2、3点才回来，每次洗漱的声音都会把我吵醒。偶尔有几次，我还听见她对着手机甜甜地叫对面人老公，看样子像是网恋奔现了。我没有太注意这些，一直缩在房间里面查找院校。现在听到她的欢呼声，我心下一紧，连忙看过去，只见表姐紧握着手机，激动对着张国庆、陈玉莲喊道：“557，这个分数一定能够上大学。爸，你之前可是答应过我，只要我能考上，就送我去首都的大学的，不管学费多贵都行，你可不能骗我。”表姐的分数和上辈子一样。闻言，我松了一口气。上辈子没有文综的300分，靠着3门主课我都能上400，这次加上文综，最不济也有600多。上一个好的大学手拿把掐，就是不知道我的具体分数位置多。紧张间，我的手心都被汗液如湿，而张国庆的声音也在此刻传来：“小玉，你这考得怎么样啊？我的成绩还没有出来呢。”看着始终无法加载出来的页面，我扯着嘴角回应了张国庆的话。他露出了然的表情，大概是因为我的成绩太差，不敢拿出来给大家看，所以才会这么说。既然这样，舅舅也有一件事情要和你说一下。你外婆现在这个情况你也看到了，她年纪这么大，还落下了残疾，一个人肯定照顾不好自己。外婆冷哼了一声，又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的注意力从手机上转移，看向了笑得不怀好意的张国庆。我和你舅妈都要工作，然后你表姐又要去上大学，请保姆的话，现在虐待老人的保姆那么多，我们也不放心。所以不等张国庆的话说完，我就打断了他，明知故问。所以你和舅妈是打算有人辞职回来照顾外婆吗？舅舅，你可真孝顺。放心吧，既然家里这么困难，我不会问你们要学费和生活费的，我自己打工去挣，也算是为家里出一份力。我扬起笑脸，故意恶心着张国庆开口。下一秒，我就看到他嘴角抽搐起来，陈玉莲的怒吼声也随之响起。丧门星，谁准你去读大学的？舅妈，你这话我就听不懂了。什么叫做谁允许的？我既然考得上大学，自然要去上啊！而且我也说了，不用你们掏钱。你这么生气做什么？你去读大学里，谁来照顾这个老不死的？我告诉你，只要我不同意，你就别想开溜。陈玉莲叉着腰，气势汹汹地开口，丝毫没有注意到自己把心里话骂了出来。外婆的脸都被气红了，可不知道是不是有所顾忌，她还是忍了下来，一句抱怨都没有说。陈玉莲的这番话相当于是撕破了脸，彻底的宣战。我没有理会她，扭头看向张国庆，问道：“
舅舅，你也是这个想法吗？哎，张国庆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做出一副不忍的样子。小玉，舅舅这也是没有办法。再说了，这也是你亲外婆，你好歹出一份力呀。你要是不满意，咱们还可以再商量。实在不行，你给外婆养老，以后外婆的存款还有房子全部都归你。他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充满过生活痕迹的老房子，做出眼中满是不舍的模样。你说你上大学也是为了以后能赚钱，有个容身之处。现在你照顾自己家的老人，还有钱赚，不比面对外面那些刁钻的老板、同事好吗？他说着说着，语气越来越洪亮，像是把自己都骗过去了。我听到只觉得好笑不已。既然真的像舅舅你说的那么好，要不让表姐来伺候外婆吧？我话音刚落，陈玉莲就叫嚷了起来：“小贱皮子，说什么呢？敢拉我女儿下水，老娘扇烂你的嘴！”小时候来到这个家，我就经常被陈玉莲打骂，即便我什么都没有做错，以后被她拿来撒气。也就是我这几年长大了，这样的情况才逐渐消失。听着他骂骂咧咧的话语，我面露讥讽地看着张国庆：“舅舅，看来舅妈并不认同你说的话呀。”张国庆被噎了一下，但还是厚着脸皮说道：“别听你舅妈胡言乱语，她一个妇道人家懂什么？外婆也跟着帮腔，不过她不是利诱，而是直接道德绑架。要不是你当初没接我的电话，我怎么可能在卫生间里躺了那么久，还被截肢？这一切都怪你，还想逃，以为自己逃得掉？我告诉你，这是你欠我的。你要是敢跑去读大学，我就去你们大学门口闹，我看哪所大学敢要你。”无赖的一招，但的确十分受用。如果他真的这么做了的话，我的生活一定会受到影响。我冷笑一声，正准备反击，却听见门口传来了声响，想必是外婆拄着拐杖走在最后面的时候忘记了关门。我回头望去，只见那里站着一个穿着很干练、戴着黑色墨镜中年女人，女人的身后还站着几个光头壮汉，穿着黑色背心，露出满身的腱子肉，带着十足的压迫感。“你是？”张国庆开口问道。“张先生，这些年我们虽然没见过面，但一直都在网上有联系，怎么不认得我了？”说着，他摘下了墨镜，露出了一张跟我有3、4分相似的面孔。他嘴角勾起一抹笑，转头又温柔看向我，语气温和道：“小玉，我是姑姑。姑姑，我爸那边的亲戚，我为什么从来都没有见过？”一连3个疑问在我的脑海当中冒了出来。我转过头去望向张国庆，却发现他面露慌张，两股战战。不对劲，张国庆很怕我这个所谓的姑姑。察觉到这一点后，我心里咯噔一下，但随后发生的事情却让我直接目瞪口呆。姑姑身后的几个大汉走出来，直接控制住了张国庆和陈玉莲。他先是无视了张国庆，然后按着陈玉莲的头狠狠地甩了2个大嘴巴，又一脚踹在了他的大腿上，似乎是穿着高跟鞋的原因。这一脚直接踹得陈玉莲嚎啕大哭，张国庆却连屁都不敢放一个，把头深深地埋在胸口，唯恐和姑姑眼神对视。表姐一开始还懵着，但很快就反应过来，拿着手机表示要报警。结果姑姑还没有开口，张国庆率先把表姐骂了个狗血淋头。这一出，整的这个屋子里所有人都懵了。姑姑倒是没有理会，邀请我去小区外面的咖啡店坐一坐。从她的口中，我得知了一切的原委。原来15年前，我爸我妈乘坐飞机失事，双双身亡。姑姑本来想抚养我，却被舅舅抢了先。他们拿着外婆当借口，说她已经失去了女儿，
不能再失去外孙女，夺走了抚养权，从而获得了我爸妈的房子，还有赔偿金，也就是外婆现在住的这个老房子。而张国庆则用我父母的赔偿款还有存款重新购置了房屋，也就是他们一家人住的那一套。而且他们一直借口我怨恨爸爸家那边的亲戚，不让他们跟我见面。为了不刺激到我，姑姑只能躲在暗地里关心我。而且她每年都有给张国庆转钱，一转就是几万、十几万，希望他能够看在钱的面子上，好好的对待我。谁能够想到这些年，这些钱一分都没有花在我的身上。我也终于理解了为什么张国庆和陈玉莲都是普通的职工，却能够供得起表姐在首都的高昂学费和生活费。同时也明白了为什么他们一家人绞尽脑汁的想让我一直待在小县城。毕竟如果不是活在他们的注视下，我迟早有一天要和爸爸那边的亲戚联系上，到时候真相大白，他们就再也吸不了血，占不了便宜。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上一世姑姑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意外，才会让张国清一家人撕破脸，把我赶出家门。一想到这些，熊熊的恨意就在我的心底燃烧，恨不得摧毁一切，就为了自己内心的那些贪念。张国庆一家人就毁掉了我的未来。如果不是那一天陈玉莲在考场外面扇我耳光的视频被人拍下流传到了网上，姑姑也不会得知实情。一提到这个，她的眼中就溢满了泪水。都怪姑姑不好，这15年让你受委屈了。姑姑，这不是你的错。虽然这15年来我受了不少的委屈，但是我当然不会迁怒姑姑。我很清楚加害者究竟是谁。在姑姑的帮助下，我很快就请了律师起诉张国庆一家，让他们归还当年我爸妈的遗产还有赔偿金。他们不乐意，同样找了律师跟我们对簿公堂。只可惜当年的证据姑姑都保留，张国庆一家直接输掉了官司。如果他们想要还掉所有的债务的话，就需要把自己现在住的房子还有老房子全部卖掉，才能够填上这个窟窿。过了这么多年的好日子，张国庆和陈玉莲自然不乐意。可是他们再不乐意，也大不过拳头。很快，他们就像是前世我被赶出家门一样，狼狈地扫地出门。好在这些年，他们还留了一些存款，可以勉强维持生活。可贫穷的日子不是那么好过的。很快，这个家就被闹得鸡飞狗跳。表姐也不是个省心的，给他们找了不少的麻烦。她的成绩说好不好，说坏不坏，只能过上个普普通通的2本。而首都的物价贵，于是在家里人的劝说下，她只能留在了本地上学。没了姑姑的资金支援，加上还需要租房子，外婆的治疗，柴米油盐都是一大笔的钱。表姐再也过不了以前的中产生活。很快，她就和网恋对象住在了一块儿。大一刚结束就怀了孕，随着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她只好瞒着家里办理了休学。结果等到生下孩子后，那个跟她网恋的男人跑了。没有办法，表姐只好抱着婴儿回家。许是这一次的情感挫折太大，表姐彻底躺平，也不出去工作，也不在家照顾孩子，每天躺在床上吃着零食，刷着手机，让父母照顾她。上面的老人残疾，下面的女儿废物，还需要养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小婴儿。张国庆很快就染上了酗酒的毛病，喝完酒之后就在出租房里发威风，家暴老婆，打骂亲妈。很快，陈玉莲就崩溃了。她拿走了家里所有的存款，连女儿都不顾，就直接跑去了外省和情夫私奔。只可惜那个前夫是个骗子，骗过了她的钱就消失不见。
而张国庆则是在某一次喝醉酒之后失足掉进河里，被淹死了。家里面失去了2个劳动力，表姐很快就逃之夭夭，留下外婆和孩子在出租屋里等死。最后还是好心的房东报了警，本来好好的一个家彻底毁了。当初查成绩的时候，页面一直没有显示完全，原来是因为我的成绩排到了省前20，这个分数足够让我挑选所有想去的学校，而我终于踏进了梦寐以求的校园，一切都是新的开始。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